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大家好，我是情感观察团成员莎娜。那今天呢，陪伴我们一起来保卫爱情的，还有我们其他观察团的老师们。我们的情感观察团当中呢，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他呢就是我们爱情保卫战专属的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嗨，你们好，我是爱情保卫战的 AI 情感顾问艾小宝，来帮大家理性分析感情问题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直面矛盾，看透真心，读懂彼此，好好守护爱。再次欢迎我们的艾小宝，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嘉宾。意味着是家呀，是我为了孩子和他的奔头啊。这是一场骗局，是我赌输了人生。最让我无法接受的就是他因为芝麻蒜皮的事大吵大闹的。其实我不都是为了他跟孩子吗？是他不负责任，让我吃了5年的苦，我要跟他离婚。这样一场婚姻到底能走下去吗？掌声有请今天求助的嘉宾登场。鲍先生32岁，武术教练；洪女士30岁，全职妈妈。二位好，欢迎你们啊！先来说一下来到节目的核心诉求是什么？我的核心诉求就是请各位老师帮我劝劝我的老婆不要离婚，因为还有2个孩子，以前有做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一定会改。你说你改，你改啥改？哇哦！我就想跟你离婚，你每次都对我都没有一句真话，每次都对我不好，我想跟你离婚。我承诺我一定要改，我再不去折腾什么事业去了，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好好赚钱养你和孩子。女士，好大火药味儿！对，怎么一上来这么激动啊？因为平常的时候啊，他就对我不满。老师，我告诉你们啊，我在北京打工，我对他一见倾心，很喜欢他。我父母不愿意我远嫁3000多公里，我不顾父母反对哈，我们就领一张结婚证，没有一分彩礼，也没有婚礼，我感觉我一辈子交到你手里真的是。但是吧，我的内心吧，我觉得我是没有对不起他的意思。去打拼，去折腾事业，我最终的目的就是给他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生活。我问一个基本情况，你们2个人到现在结婚几年了？5年了。孩子多大呀？一个5岁，一个4岁。刚才说为了这个爱情奔赴了3000公里。对，你从哪儿嫁到哪儿啊？广东汕头，跑到他家赤峰了。内蒙古啊，老远了。我老家是内蒙古赤峰市奥汉旗，那边吃的跟你们完全不一样，大油大肉，你这小身板儿你能消化得了吗？缘分嘛，遇到他呗，就喜欢他了呗。那就说北京消费的压力太大啦，刚好孩子出生嘛，在北京出生，然后就去内蒙古。他说他爸帮我带孩子啊，那根本就没有帮我带孩子啊。然后我妈还定位我手机号啊，然后我被他并列的手机号都拉黑了。这么大的牺牲啊，跟自己家里面人都不联系了呀。对，断绝的关系。那在一起以后发生了什么呢？让他现在是这样的状态？在一起，总之说吧，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夫妻摩摩擦擦，那太多了。你首先你生活习惯上，包饺子啊、面条啊，我都是吃米饭。他爸还嫌我说天天吃米饭浪费钱，然后我天天洗澡还说我浪费水、浪费电。烧炕我也不会烧，点我也不会，满天屋都是火，都是灰烟。你别着急啊，什么事情让你觉得生活很难，让你很寒心？这家都是错的，连口音啊，全部都是错的。他爸都没接纳过我，他也是对我不好。大过年的，我们吃饺子，他非得吃汤圆，那老的人能高兴吗？认为你就是搞特殊，耍大小姐脾气，这自然就给他拌嘴呗。我肯定也不能说我父亲，我是晚辈啊，我只能也是说他呀，但是我没有不是真心的，为了大过年的合家欢乐，过个团圆年嘛，所以说吧，我也认为了他的确承受了不少委屈。但是他爸哈买了鸡蛋呐，50块钱的鸡蛋一大袋，他不给我吃啊，他说给我吃白虾。
就是365天，天天都是吃饺子面条，我受不了。我从广东南方都是吃米饭，年30都是吃汤圆，他非得让我吃饺子，我受不了。那我就自己去煮一锅汤圆哈。他爸就大过年吃什么汤圆啊？总之就是他不仅对我不满，也对我父亲不满。你当时让他远赴3000公里到内蒙古，是不是给了人家一些承诺？承诺就是盖个别墅在农村，然后给他买个车。但是吧，事业上有顺有不顺，所以说吧，他就嫌弃我。孩子有时候感冒发烧了，我去谈项目，然后他找我，打了10多个电话我才接。孩子感冒，你吃点药不就行了吗？你说你非得来打扰我，因为你这个事儿，你把我几百万的项目都给我整黄了。什么项目几百万啊？拍短剧嘛，制片公司那边说这3个月就可以回本，保底加分账。一个电话，你的项目就黄了，而且是你孩子生病发烧这样的电话。他认为我不重视他呀，不尊敬人家呀。孩子头疼脑热的，你在家吃的药不就得了吗？最后去医院了吗？最后的话是去了，他去半夜敲开邻居家的大门，然后邻居呢把他们开车送到医院，还热心的把钱给垫上，让他们看上病。看病费用是邻居给垫的呀？对对对。他身上1分钱没有啊？对，因为我管家嘛，然后有的那些零钱在抽屉里边没多少啊。8000块钱我都舍不得花，他给我的买菜呀、用啊，就被他拿走了。10块钱的菜，他就跟我报15，他就一点点攒了8000块钱。然后我因为了谈那个短剧的项目嘛，就没经他同意，我就把钱就拿了一部分去请人吃饭。妻子用买菜的钱攒下来，攒了8000，也给孩子治病的用去医院买药嘛。因为他给我瞎报账啊，攒下来钱他还是我的钱，我认为我的钱我再拿去投资是应该的。你自己不是管家里的开支吗？你没有钱吗？因为这钱都请人吃饭了，有时候遇到是假老板呢，就是遇人不淑啊。你现在谈了多少个项目了？前前后后10多个吧。哪个成了？残会都没成。你赔进去多少钱了？最少也得有一个20、30万了吧。但不是说我这脑袋不行被骗了，我不相信所有这还人都不承认自己是被骗了，脑袋不行？我的一腔热血就是努力成功，创个好事业，养家糊口。失败乃成功之母，虽然骗了几次，我认为就当买教训了。你这母太多了。现在是你老婆坚持要离婚。对，我要离婚。我想一定还有比这些事情更让她窒息、喘不过来气儿的事儿。那肯定就有了，家家都有的婆媳不和，只是因为我小时候没妈，6岁没妈了，这是跟我爹公媳不和呀。她跟你爸爸之间有什么矛盾？首先，我爸爸是从老辈儿那阵过来的，都比较勤俭节约。农村人嘛，都讲究过日子，因为他那边热，他老洗澡。我父亲是1年100块钱电费，他是1个月就给我干进了200块钱电费。然后我父亲认为他就是不过日子。还有我父亲怎么说呢？爱喝酒，因为我母亲在我6岁就没了嘛，我爸就靠酒精麻醉自己。然后喝了酒之后，他就耍酒疯。当然了，我认为他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当爹当妈把我养大，的确不容易。所以他因为这点事儿跟他发生肢体冲突，或者是喝完酒之后，你父亲会做什么事情？肢体冲突就是我爸会砸碗、划桌子，有时候砸了碗，有时候甩到我媳妇儿身上，还骂人呐，老骂我啦，骂的不好听的话。然后他俩吵吵，就有一次我父亲突然剧烈的咳嗽，然后咳出了血，一检查肺癌晚期，我当时也非常的难受。我就认为是他气的，虽然说他又是端茶送饭的，又给我爸爸洗脚洗手，在医院都是说没有这样的儿媳，做的非常到位。我父亲最后咽气的时候，虽然说给他道了歉了，认为他的确不对，让他辛苦了，但是我认为是他的原因让我爸气出这个病了，最后人没了。所以说我特别的恨他，就是认为他克死了我父亲。我哪有克死你爸？冤大头了都，啥事都往我身上推啊！为啥你跟他吵吵的时候，他就会咳出血来呢？是不是与你有根本联系啊？虽然说吧，你现在想离婚，你离婚你有去的地方吗？你跟你妈已经断绝的关系，你妈不要你了。你那天给你妈打电话，我在偷听，你想着回去，但是你妈咋说的？我没路可走啊！你自己选路，你自己走啊！你怎么没路可走？不要离婚，好好的过日子。孩子没妈是非常苦的。这不就是退路吗？孩子不是没有吗？孩子有吗？他可以带着孩子走啊。孩子跟我亲呢，不跟他走啊。你刚才说你恨他，因为他克死了你爸啊。那你为什么还不让他跟你离婚呢？你跟一个你恨的女人在一起过什么呢？我这个是因为
我父亲没了，我非常的悲伤，那我如何的不发泄情绪？然后我发泄这些情绪不一定都是真的呀，我这是气话呀。你因为这点事你就说给我要离婚，你说你可以舍弃我，你难道你舍弃这2个孩子吗？这2个孩子主要都是谁在带？主要还是我的带呀。啊，我出去谈项目他带，但我回来的还是我带呀。我带孩子我比他经验多。女士，他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他出去谈项目之外的时间，帮着你一起来带孩子，对吗？对。哦，好的。那么你们家里面的饭菜谁来做？我做。一开始他不会做饭，我教他做饭，他啥都不会做，土豆都不会炒，拿个生土豆炒上来，煮面吧煮不熟。你教会了他做饭，对。但是之后是谁在做饭？之后的话，大部分是他在做饭。好，家里面谁在打扫？我。他每个月会交给您生活费多少钱？我1分不给，他用的时候我再给。哇，说的这么理直气壮呢？就我没说不给啊，不给。不是他好花钱，他花钱可愣了。我给他1000块钱，他用了7天，他就敢花1500。那孩子人家不是啥都得用啊？你天天就逛网店了，他天天逛，大半夜他都逛。女士，你知道他每个月能挣多少钱吗？他不告诉我都。但是我这手机我这密码我都告诉他了，手机他随便拿呀。我这个交易密码、支付密码他全知道啊。你的手机也不在他的手里呀。我回来的时候再给他呗，他要用的话。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们在什么场景怎么找的？他加微信加我的。我创业嘛，有时候项目的需要人嘛，我找人嘛，找人他就加我呀。他发通告呗。你发了招聘启事吗？就是影视方面的武术教练嘛，有些我也去干一些影视啊。你在招群演的时候找到的他吗？我是招助理。对，招助理的时候找到的他。对对对。为什么最后娶他？当然是喜欢他呀。一开始我认为他的模样像过日子的，然后他跟我说不要房，不要车，不要彩礼。哎，那个鲍先生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你妻子容易吗？不容易，你从广东那么远，他是他姥姥养大的，他爹妈不管他。对。然后呢，好多年没见到他姥姥了，他爹妈只要他一回去，立马就不让他回来，所以他不敢回去，不敢回去，他就想他的姥姥，因为他姥姥从小带大他的。我外婆养我20多年。外婆多少年没见了？5、6年了。4年了。差不多了。然后他外婆90多岁了，就顶着这股气儿等他呢嘛。然后你没让他回去？不是，我不是不让他回去，他回去了，他爹妈就不让他走啊，不让他走，我这孩子咋整啊？他爹妈是咋想的？立马就是给他拆散了。明白了，就是这样一段婚姻。各位老师们，你们看值得保卫吗？我觉得不值得保卫。因为我觉得他们2个人，一个活在幻想里，一个活在噩梦里。男方创业失败，却屡败屡创。那其实我觉得红姐，如果你的另一半妄图在创业，你要给他一个时间，他的饼是画不完的，但你得真吃得饱啊！你吃不饱了就得跑了。鲍先生，你不就是捡了个便宜媳妇儿吗？你不就是捡了一个跟你沟通普通话都说不好的媳妇儿吗？当他有怨言的时候，他连自己的苦都诉不出来，他不会做饭，你教他做饭，伺候你们一家。他不会带孩子，你去埋怨他，你捡了便宜还卖乖，然后你还要去控制他。你不让他去看他的姥姥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去看他的姥姥，你就怕你的孩子没有人看了。不是我不让他去，他也不去，因为他怎么不去？他眼泪都掉下来了，他不去。捡了这样一个媳妇儿，你就回家偷着趴被窝乐，不要再去抱怨，你去善待他。你的创业没有一个是靠谱的，现在哪有还说谁给你投资是冲着你的一顿饭呢？都看你这个人真的有没有能力。我不认同你的话，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须有一个真正支持他的女人。我们现在不在这个事情上纠结，我告诉你要善待这个女人，不要把你的糟糕带给她，也不要把糟糕带给孩子。那么我跟洪女士说的话就是离开。老师，你不能这么说，回去看看你的姥姥。你不能听他的，那你有孩子呢。我就是不想跟你过啊，不喜欢你。那你不喜欢孩子也不管了吗？好的，来，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胡老师的意见，您保卫吗？我觉得还是保卫的。有一句话就是没受他人苦，勿劝他人善。
我们看到在这个男士身上，其实他还具备了一个作为丈夫的功能，比如说挣钱养家，因为毕竟来讲，现在收入还是他的，然后也会去爱护子女，对吧？也会带孩子，然后同时呢，也会顾着，好像是顾着自己太太，他有可能回到老家或者怎么样，有可能会遭遇一些什么，似乎还有一些保护功能在那里边。另一方面的话，如果说这段关系结束，真的离婚，我们要考虑到的是，这位太太她是否有自己生活的能力，因为她是没地方去的，她可能小的时候就遭受了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对待，现在如果一旦离开这段关系的话，我并不认为她有一个好的去处。而相对在这段关系里边，似乎还有一个人在意他，我是考虑到这个才是一个保卫的可能性。他们两个人身上有几个特点哈。第一，两个人都是一腔热血。你说这个洪大姐就敢从老家直接到了北京，就敢从北京然后直奔了内蒙古，所以就是大姐，你能够拿捏她的只有一句话：我要跟你离婚。除此之外，你先生不怕你做任何事情，你连拿着钱买一张火车票回老家的信心和决心都没有，你只能够说那一句话：我要跟你离婚。除了说这句话，你还能做什么？无路可走啊！咋无路可走？你好好的一块生活过日子，不挺好吗？你不能因为我多次失败就否定我，的确不行。你不能够因为他只会说这句话就欺负他。啊，我不是欺负他，我认为你就是拿捏他没有办法，他没有亲人，没有人帮他。我妈都说我自己嫁给他，自己该吧，自己。你不就是欺负他，举目无亲，一个人在异乡异地？但是怎么说吧，我没有欺负他，我所说的这些都是为了孩子呀。大姐，我要是你，第一，买张火车票，先回去看绝对会原谅你的人，绝对会帮助你的人，绝对会照顾你的人，回去看那个爱你的人。你一定要在你所有的糟糕关系当中找到一份对你绝对认同的亲密关系，找到绝对的那个爱你的人，再找回一次真正的无条件的爱。不要总把自己陷在一个孤立无援的无处安放的地步。那个爱过你的人一定还会再爱你，那个帮过你的人，照顾过你的人还会无条件的原谅你。不要认为自己已经举目无亲了。真的，大姐，把眼泪把什么都扔掉，买张火车票回去看一下姥姥，看一下那个你最想看的人。我外婆，我想着我外婆呢。回去吧，过年还打电话呢。重新找回自己的那份亲密关系，不要认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无人可依，不要在糟糕的关系当中一再往下。这是老师们给你的建议。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我们的艾小宝来看看他们的这段婚姻到底该如何走下去。好的，珊娜老师，从刚刚两位的表述里，我分析得出，这段婚姻里问题责任占比清晰，男方占 85%， 女方占 15%， 男方眼高手低，家庭责任感严重缺失，承诺兑现率为0，在家庭矛盾中持续缺位，最终的诛心指责彻底摧毁了婚姻的信任基础。女方因孤注一掷的原价陷入被动，无底线的忍让加剧了自身的内耗，也让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建议男方立刻停止画饼式的自我感动，用实际行动扛起家庭责任。女方明确自己的底线与诉求，无论婚姻是否继续，都要先找回自己的人生主动权，保护好自己和孩子。好的，谢谢艾小宝。接下来请二位站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你们两个人有一些过往甜蜜的瞬间想要看吗？可以看，可以。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二人的过往甜蜜。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希望你原谅我，我一定会改。你为了这个孩子，为了这个家，你一定要给我最后一次机会。不要！你孩子都不管了吗？不要，自己带。
那你太狠心了吧？我随便把孩子带走吧。到时候你没工作，自己都养不了。讨厌你就不为了我，你给孩子有点机会不行吗？说多也没用啊！你孩子都舍得啊？孩子会是我的，凭啥是你的？孩子是我自己带走。你会后悔的。以后我成功了，我成大老板了，你别来找我了。好，时间到。他们是否会出来呢？3、2、1，请开门。哎，你在。这个家庭因为我支离破碎，但是嘛，男人嘛，看得开，向前走，好好的照顾孩子。再见。别再创业了。刚才我说不要创业了，他看都没看我一眼，但是我还是想跟他说，不是非得要发财，踏踏实实的给孩子一个非常美好的成长环境和家。谢谢波姐。那我们来调整一下情绪，因为我们接下来要有请到我们下一组来求助的嘉宾了。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对于我来说，爱情是我赌上前途的奔赴，但是现在却成困住我的一个枷锁了。我认为的爱情，它应该是他爱我，24小时的陪伴我，宽容我，理解我，而不是一遇到一些小事情就开始埋怨我、责骂我。他歇斯底里的任性和对我无孔不入的控制。我就是觉得他不爱我，他老因为一点点小的事情，然后就开始跟我提分手，我就觉得他就是想逃避责任。他们这段爱情到底值得保卫吗？我们赶快有请今天来求助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小杨21岁，学生；小邢22岁，学生。欢迎你们啊！先说说今天来到节目的核心诉求是什么？我来这儿唯一的目的就是分手。你想想，是谁骨折的时候照顾你1个月来着？你现在就因为这点小事儿就要跟我分手？你是来照顾我了，甚至说你那张脸从病房门口探出来那一刹那，我觉得这辈子就是你了。但你也不能拿这一件事绑架我一辈子吧？谈这1年多来，为了他，考研备战搅黄了。学生会副部长我不干了，甚至我妈住院生病我也不能陪她。这么严重吗？这么厉害呢？咱现在一件一件捋啊。第一个说你的考研被破坏了，这是什么情况？事情是这样的，老师，那天他说我们去拍情侣写真吧，但是我答应完之后，我才发现拍写真那天其实是我下午要进行一个考研的模拟考。我又想着陪完你之后，下午我该去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行了。到那天了，化妆师画的不好看，不高兴；摄影师拍的不好看，给我甩脸色。那我说，那我带你去吃你想吃那家烤肉吧。到那儿我把肉烤好、剪好，张嘴我喂给你，不吃就搁那抠手机。我说你别抠手机了，宝宝，你吃口饭。直接就是手机一摔桌上，你能别吵了吗？像只苍蝇一样在我面前嗡嗡嗡的。老人们换你们能受得了吗？那这怎么就是毁了你考研规划了呢？因为他这样让我下不来台之后，直接拎着包走了。我赶紧结完账，我出门追了3条街才把他稳下来。然后我就哄他，哄完之后一看表，考试时间到了，到最后也缺考了。
没考模拟考，应该可以考正式考啊，对吧？他也没有说完全把你的考研给破坏掉嘛。是但是我知道，我理解你心里的生气嘛。那姑娘，我问问你，你咋那么大的气呢？因为当时那个情侣写真，在很久之前我就已经跟他说好了，我说那天我们要去拍，然后结果当天早上告诉我晚上有一个模拟考。那我说赶紧拍完，然后我再送你去考试，这不也是一样的吗？结果我从坐到化妆间开始，然后就开始了，能不能快点啊？一会儿再迟到了，你快点，快点，快点！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在被逼的情况下，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兴趣好好拍了。然后当吃饭的时候，就明明知道把你逼急了，把你逼生气了，然后反而还在问你，就是说，哎，你为什么生气啊？你怎么又生气了？然后我就生气了，我就走了。这件事还没完，我知道他把他哄好了，我想着就是赶紧看看手机，万一说别人找我啥事儿呢？就因为这一条微信，学生会副部长也不用干了，本来说好的保研加分也没了。是啥意思啊？一个微信，对啊，主持人您倒是可以好好问问他，那条是条什么样的微信？那个小闺女对他说了什么样的话？我那个学妹就给我发消息说，学长你现在在哪儿呢？如果说你下午赶不回来的话，那我们几个就一块儿把你的工作做了，你也别累着了。就其实很简单的一句关心话。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就是非要逼着我说，要不然给这个学妹删掉，把她拉黑，要不然你就退出这个学生会，要不然就是分手。我为什么会这么问？你倒不如好好想想。我给你发10句，你才回1条，然后给那个学妹呢，哎，秒发秒回，我都没有这样的待遇。你不觉得你已经有对象了，你跟他的关系应该保持在一个正常的尺度吗？你给我一点安全感不好吗？我给人家发10条，给你发1条，是因为我每时每刻都在跟你在一块儿。这件事到这儿还没完。那天晚上就因为这件事跑到我们宿舍楼底下跟那儿喊：“你给我出来！你个渣男，你个负心汉，你就没那么爱我。”你为啥去人宿舍楼下喊呀？因为我找不到他。他每次只要是我们俩大吵一架之后，然后他就开始玩消失、玩失踪。我给他发信息，给他舍友发信息，我给他点外卖，各种信息就一个都不回。我真的很生气。那否则我能想出来这么丢面子的事情吗？难道我一个女生，我跑到你宿舍楼底下去，我不要面子吗？就是因为你口中的面子，我学生会副部长没了，经营了2年，说没就没了。这个怎么就会影响到就没了呢？这职位他需要我把这个学生会退掉，并且把所有女性朋友都拉黑，要不然就分手。为啥要退掉啊？他们学生会的基本上都是女生，让我非常的没有安全感。然后他可倒好，也是给人回信息。那咋的？那同学之间不是男的就是女的，那女的同学发信息还不能回啊？我觉得他都有对象了，他应该保持一个正常的尺度，而不是给问什么问题就答了。我都没有这样的待遇。我就想要一个普通的安全感，我就在乎他们。就是因为你口中的安全感，我学生会不干了，我话剧社的角色也没了。那个话剧角色是咋回事呢？我们俩其实就是在我们学校的话剧社认识的，所以说这个话剧社成就了我俩，我就特别重视这个话剧社，并且我也喜欢话剧，我就熬大夜去抠我角色的调度、台词一系列东西。那好不容易争取个男2号。结果就因为我跟我的搭档在排练的过程中，搭档给我递了瓶水，他探班恰巧看见这一幕，过来就拿我的手中剧本往人家脸上摔，我直接拦着他，我说人家有对象，你能不能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呀？反手直接甩我1巴掌，说你能胳膊肘别往外拐呢。啊？就因为你的搭档给你递了瓶水啊？而且这瓶水还是我掏钱买的，又不是人家请我喝的。你就打人家啦？事后我也跟人家道歉了。因为那段时间我真的确实情绪很不好。有用吗？那段时间你天天都在排练，人家小姑娘已经被伤害了，而且我也不用再演这个话剧角色了。你当时天天都在排练，你都在跟他在一块儿，然后你就不理我。我每次排练干啥要演啥，我都告诉你。就这，你觉得你安全感不够是吗？如果你真的给足了，我就不会再这样想了。哎呦我的天哪，咋给呀？还你让人家把那个学生会退了，你让人删微信删了。那话剧这也这样了，你到底要啥呀？其实我觉得我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为什么还是就是揪着我不放呢？做了这么多的牺牲了哈，那你为啥不分手呢？就像他刚才说的一样，我不能忘恩负义。因为我当时回老家的时候，我父母是直接在外出差了，我是突然骨折，他是千里迢迢的赶到郑州照顾我，其实我很感动。甚至说他进来那一刻，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就他了，我不会再换了。但是我没想到，
变成这个样子，就是我一步步退，他就让我直接退到底儿。我本来作息就挺规律的，11点半之前上床睡觉，但他不一样啊，他大4了，天天闲得要命，感觉跟修仙一样。晚上3、4点不睡觉，你说你不睡就不睡吧，你带着我也不睡。3、4点给我打电话说你睡了吗？我说我睡了呀。他说你睡着了吗？我说那你起来重睡。啊？就无论你睡着没睡着，就是在后半夜这个3、4点，你不能说就是很冒昧的跟别人打电话说让人陪着你吧。1个月30多天，20天就因为这个睡眠问题在吵架。最狠的是我直接能吵到医院里边。那天是我本来就是有点感冒，发着低烧呢，然后他说你能过来陪陪我吗？当时他是在离我们学校至少20公里的地方，去那儿就是坚持上班去了，然后自己住酒店，他也害怕。我说行，只要我到那儿了，安稳睡个好觉，第2天早上起也没啥。到那儿了，直接在酒店底下等着我，说你为啥来这么晚？我说那我半夜打不到车，我也难呀。他说你打不到车，你不会早点出发吗？哎，结果还是人家就是酒店前台看不下去了，说你看你对象嘴唇白成那样了，你带他去医院看看吧。我俩才打车去医院，一量体温39度7，挂上点滴，轻飘过来一句。你别装了，我知道，我不让你陪我就行了。我承认我那件事情确实做错了，其实我就想让他陪陪我。之后知道他发烧送到他到医院的时候，我也是真担心，就是为了陪你，我的前途，我的身体，我啥都可以不要。他都快陪死你了。对，我说真的，我觉得已经到顶了，快陪死你了已经啊。也对哈，他还得咋陪呀？我觉得折磨我就算小事儿了。哎呦。我陪我妈，都得先经过她的同意，我才能去陪。寒假我回郑州了，她想给我个惊喜，觉得就是我去找你，我给你个惊喜，你肯定会很高兴。那几天郑州下大雪，她想去买那个盲盒。我说宝宝，咱等到雪停了，冰化了，咱再去买呗。毫不听，直接就是在人家就是线下店排了3个小时，回来直接感冒了。你说你感冒了，万一接到家里边来，全家出动。去照顾你，让你病好了再回去，这样也能对你的父母有好的交代。我也不知道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啊，不戴口罩，跟我妈说话就直接冲着我妈咳嗽。我惹你了，我妈妈没惹你吧？结果我妈本来就身体虚，也就感冒了，后来又成肺炎了。我说我就是这2天照顾我妈，你这边病也快好了，我给你掏酒店钱，然后你搁这住几天，然后我照顾我妈，我就来陪你。好。下一秒人没了，我说你走，你得至少跟我吭一声吧，我也担心你的安全呀。一声不吭就走了是吗？一声不吭就走啊。最后哄人家了吗？不用哄，人家早都给我手里边装好定位了。我去那儿，直接就是能看到。我不知道为啥要给我装定位，就因为你所谓的安全感了。因为一到假期，异地也见不着面，我就很担心你，我也想知道你在干什么，然后你也不回，那我只是想看看你在哪儿嘛。我就怕你出去继续跟小闺女玩，如果说你真的告诉我你把他们都清干净了，我不就不会这样了吗？你给我发信息，为什么我不回呢？那我不得带着我妈去检查吗？我也提前跟你说，我说宝宝，医院可能信号不好，就是你有什么事儿，你先给我发，然后我从医院回来呢，挨个回嘛。他又觉得只要是我不回的消息，无论我跟他说在干啥，他都不会信。哎呦我的天哪，这姑娘可够作的呀！就是这样的一个校园爱情，老师们觉得值得保卫吗？不值得保卫，因为我觉得作是 OK 的，但我觉得作要是小作怡情，大作伤身，强作俩人全完，是你把他作远了，你拼命的证明他爱你，他在乎你，你越证明你会发现你把他越推越远，而且删对方的异性好友这件事情，我到现在为止都不太能理解，你是觉得他没有异性了让你觉得安心，还是他身边全是异性，可是他只想跟你在一起让你觉得安心？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应不过来这个味儿，就是非得让他变成一个社会无能才能够显示出我有安全感和他爱我，多荒谬啊！胡老师，您保卫吗？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一定要有一个问题先问一下那位男生哈，就你上一次你们2个人在一起，你感觉到特别美好的时刻是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如果说经过一家店，我说宝宝这双鞋真好看，第2天或者说是等下一个节日的时候，
我就能看到这双鞋在我的面前，甚至我连自己都忘了说过这句话。啊，就是他满足你的一些你的愿望。对，因为说句实在话，我们俩不需要就是对方给你什么，或者说我给对方什么啊，就是纯粹为了爱情。好，我问完了啊，我觉得应该保卫，更多的是匹配。女生，你要的是一个全能的对你的照顾的那个人，你希望把他身边所有的关系全部斩断，他独属于我一个，我才会有安全感。你的这些对待你男朋友的方式都是你的情绪所激发出来的，没有通过哪本书或者上了哪个课去学习吧？有的时候可能就像是大数据浏览，然后可能搜一个点，比如说他惹到我一个点，我搜完了之后出来一长串儿。你可千万不要再去相信这些东西，这叫服从性测试，千万不要相信了。这段恋爱的话，为什么要保卫？是因为你们可能在这段关系里边，把你们身上的很多的东西全都呈现出来。通过这段关系互为镜像的话，你可以看到自己身上一些可以去足够成长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要保卫的原因。谢谢胡老师。来，张老师，您保卫吗？坚决不保卫。他对你的救赎，其实一个护工就可以做到，不一定说他要从很远的地方来陪你。你自己想一想，你人生的最重要的几件事全部因为他没有了，每一项抉择全部失败。你出去以后，你会发现，真的到社会上流动性一出来的时候，什么叫优质的恋爱资源？你以为你长大成人了没见过？恋爱也要见过世面。他们慢慢见，来得及吗？刚来得及，后面来得及是吧？啊，我觉得我们其实在这个节目就是开眼界，让我们知道形形色色的爱情。是，哎呀，就是孩子还小呢，是的，就是你看他俩都这么年轻啊，肯定还有成长的空间。谁年轻的时候没作过闹过呀？波姐做过吗？年轻？哎呦，肯定没少作是吧？其实姑娘，你跟我特别像，我非常知道这种心态，就是不作难受，自己会沉浸在自己那个感动里，千里迢迢就想过去给他一个惊喜。你有没有发现，你特别擅长，也特别喜欢给别人创造惊喜？其实你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你是一个付出型的人，但是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让你认为爱情如此容易失去。但我告诉你，那些不好的不是这个世界的全部。爱情如果真的要失去，抓也抓不住。如果这爱就是你的，赶都赶不走。其实我对女孩没什么想说的，适可而止就行。想对男生说，其实我还挺担心你的，感觉在这段恋爱当中，你特别累，你失去了很多。你知道为什么吗？听您讲吧。因为你从来没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你的底线在一再破。你现在是为什么你觉得没办法往下走了？是因为你没底线可破了。你身边连异性的朋友都没有了，学生会也退了，考研模拟考也没考成，你还有什么呀？总不能让你退学吧？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你要认识到，就是你自己身上的一个弱点吧。如果我一再去破自己的底线，那这段恋爱我宁愿不要。你在人生一些重要的时刻的时候，你就是不能去陪女朋友啊。那如果对不起你理解不了我的话，那我们不是彼此相爱的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要在这段恋爱当中成长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爱小宝了，看看他如何拆解这一段情感。好的，莎娜老师，经过我的分析，这段校园恋爱问题责任女方占比 70%， 男方占 30%。女方把安全感完全寄托在男生身上，用极端作妖、无底线查岗、道德绑架的方式谈恋爱，错把占有当成爱。而男方则是在恋爱初期无底线妥协退让，没有及时设立恋爱边界，一次次的退让加剧了女方的极端行为，也让自己一步步陷入被动。正如爱情保卫战多次阐述，好的爱情是双向奔赴，不是单向捆绑，是彼此成就，不是互相消耗。建议女方立刻停止极端控制行为，学会情绪管理，建立内在的安全感，明白爱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建议男方停止无底线妥协，明确设立亲密关系的边界，不
不要用牺牲自我的方式去维系感情。若双方无法做到双向改变，建议及时止损，避免互相消耗。谢谢艾小宝。那接下来请2位走上我们的爱情传送带吧。你俩要看过往回忆吗？好的，我们一起来看。好可爱哦！哎呦，真开心呀！你看那个泪流满面，你看这个笑容满面的，这姑娘可开心了。来吧，美好发生怎能不看？接下来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对不起，我确实可能有点太控制你了，这可能也源于我之前的一些情感经历吧。对不起，我知道你现在有多喜欢我了，可能我在此之前也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但是我还是希望我能跟你继续在一起的，希望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那就应该知道什么东西不该要，什么东西又什么时候该要。你该给我些安全感，就像我给你的一样。如果说离开我，你能明白这些道理，对你下人更好的话，那么我愿意。这话可挺狠呢。啊，男生头也不回的走了。对，好吧，如果要是选择重新给彼此机会的话，可以回来哈。一起来看结果，3、2、1，请开门。哎，把你做个世面，让他老让我见世面了。对，小孩过家家你还不懂吗？哎呦，刚才那话说的，我说，哎呦天哪，他说这话说的挺狠呐。别生气了，我错了，好不好？别生气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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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谢谢各位老师。你刚才那话是说给我们听的是吗？我觉得如果说在这几秒之内，他能想明白很多东西，其实我压根也没想跟你分手，我真的很爱你。谢谢你们，祝你们爱情甜蜜啊！谢谢，好，谢谢老师，直走，再见。走。嗨，哎呀，高兴坏了，这就是年轻的样子，是吧？对。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并且呢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都会开直播，我们的情感导师都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和我们连线。爱情保卫战，保卫你最纯真的爱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